在咱们频道的评论区经常会看到一种疑问，军用运输机为什么不能当作民航客机来使用呢？比如前苏联俄罗斯有安两4、安两6、安12、安148、图154、图204、伊尔62和伊尔76等大中小配套的运输机，为何还要进口空客 A320 和波音737等欧美客机？难道不能直接把伊尔76改成客机使用吗？这个当然是可以的。在全球范围内有过许多使用军用运输机充当客机的案例，但总体来说，大飞机不划算，小飞机数量少，都无法持续的成规模的取得成功。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伊尔76，全球范围内使用伊尔76担当客运的国家不在少数，主要是中亚的一些国家买不起客机，就只好使用伊尔76。这个大家伙力大能装，货舱长度近25米，宽度近 3.5 米，与波音737和空客 A320 都差不多。运货时最大载重50吨，最新的改型可以到60吨。运人时装上2层甲板，可以搭载全副武装的士兵225人，改型可以载运305人。航程也有个4、5千公里，一点也不比737和 A320 差。而且它本来也就有民用型伊尔76特德。飞友们可能都知道的一起严重空难，1996年沙特的波音747与哈萨克斯坦的伊尔76在印度新德里上空相撞，那架伊尔76当时就是客机。而且军用运输机由于要考虑货运性能与便捷程度，飞机的尾部一般都设有斜坡舱门，要是当客机用的话，岂不是上下客速度更快，效率更高吗？但是对于航空公司和乘客来说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军用运输机设计时要求能装能跑不挑地儿，但是较少考虑油耗与舒适性，因此它的经济性无法与波音和空客等专门的客机相提并论。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粗略推算，伊尔76 M 德飞机每小时的油耗要比波音737 NG 和 A320 CEO 高2到3倍。要是让亚航、瑞安等用伊尔76来跑客运，朋友们恐怕再也没有便宜机票了。再有就是舒适性，先不说2层甲板会不会比经济舱座椅更舒服，仅仅是机舱内的噪音，据搭乘过伊尔76的飞友介绍，几个小时坐下来，耳朵里就只能听到嗡嗡的声音，其他啥也听不到了。还有维修性、可靠性、总寿命等，军用运输机都没有办法与民用客机相比，所以随着竞争的加剧，已经没有人用大型军用运输机拉客了。况且它的产量小，单价高，航空公司也根本买不起。不过在中型机领域，还真有适合作为民航飞机使用的军用运输机，其中最出风头的是美国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，它也有民用版本。中国内地航司甚至还买过2架，分别在国航和东航，注册号分别是 B-322 和 B-322 可惜的是，受其他因素影响，没多久就放弃了。美制的 C130 产量很高，备件相对便宜，但是国航、东航买它来只是运货，没有载客。C130 的动力强大，短跑道性能特别好。印度尼西亚的歌姬航空曾经引进过2架搞客运，这2架添加了窗户和行李舱，载客97人，大约运营了3、5年左右，主要在巴厘岛等地飞行。但是坦白的说，它的经济效益还是比 ATR 或者是 Dash8 差了很远。在小飞机方面，运7飞机曾经也在中国担当过很长时间的客运任务。运7是中国的军用战术运输机，曾经大量的制造，后来创办航空公司的时候，许多航空公司用它直接载客飞行。运7可以载客50人，但是在2000年以后全部停飞了。当然，如果沿历史向前追溯， DC3、DC4 等客机也都是从军用运输机改装而来的，而且改动也不大。现在印尼生产的 C235 也还有国家用作客运，但总体来说与正儿八经的民航客机相比，还是无法大规模得到应用。朋友们还知道有哪些军用运输机作为民航客运的成功案例，也欢迎补充指正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